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？走在路上，突然听到一句歌词，瞬间击中内心，让你泪流满面。翻一本书，随意停在某一页，那句话正好解答了你纠结已久的困惑。做了一个梦，醒来久久不能平静，仿佛灵魂深处某个开关被按下了，某个人毫无征兆的出现，或某件事突如其来的发生，从此彻底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宇宙在对你说话，这是老天在用一种你听得懂的方式提醒你，孩子，你该走这条路了。你不是迷路，是忘了听信号。我们总是在头脑里反复上演着焦虑的独白，我到底适合做什么？我的人生方向究竟在哪？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选错了？其实老天早就把答案藏在了你的每一次心跳，每一次感动，每一次莫名的冲动里，只是你太忙于用头脑去算，太执着于用逻辑去要，反而屏蔽了灵魂深处那个最真实的声音。宇宙从不直接说话，但它无时无刻不在用它的语言与你沟通。你的感觉，你的梦境，一连串的巧合，你遇到的人与事，那些突如其来的灵感，这些就是它的语言。当你做某件事时，内心会有一种深层的满足感，一种难以言喻的对劲的感觉，时间仿佛都静止了，哪怕身体疲惫，精神却无比亢奋，那是他在对你灵魂深处说，对，就是这个，继续走。当你反复陷入同一种困境，不断被同一类人消耗，重复品尝着同样的痛苦，那不是你命不好，而是他在拼命敲你的警钟。醒一醒，此路不通，你该换个活法了。当你突然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感到强烈厌倦，内心涌起一股无法遏制的想要挣脱的渴望，那是他在背后轻轻推你一把，是时候出发了，去看看新的风景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可我怎么知道那种心跳加速、眼睛发亮的感觉不是一时冲动或者3分钟热度呢？万一那是指向悬崖的错误指引呢？问得好，但这恰恰暴露了我们被头脑的恐惧绑架的有多深。真正的灵魂指引和头脑的欲望冲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。欲望像是烈火烹油，来势汹汹，充满了抓取和占有的紧绷感，一旦得不到满足，就会迅速转为焦虑和沮丧。而灵魂的指引更像一口深井，初看波澜不惊，但当你静心靠近，会感受到一种从内而外散发的安静而坚定的力量。它带来的喜悦不是狂喜，而是一种踏实，一种笃定，一种我本该如此的回归感。它让你平静，而不是让你疯狂。万物皆为一体，当你真正想做一件符合你灵魂蓝图的事，整个宇宙的资源都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为你铺路。人生中的种种际遇皆是安排，
当老天决定要帮你一把，要渡你过关时，往往会用一些看似反常的征兆来提醒你。如果你此刻正深陷困惑与痛苦，不要焦虑，不必害怕，这或许不是惩罚，而是你的灵魂在发出求救信号后，宇宙终于给出的回音。读懂以下这些信号，你就能在命运的转弯处与更高版本的自己不期而遇。灵妖总是孤独无助，形影单至，在你的世界里时常感觉到刻骨的孤独，来来回回，身边的人来了又走，你发现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你看着别人三五成群，谈笑风生，而自己却只能独来独往，心里充满了迷茫与无助。你可能会痛苦地质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这么不合群？为什么没人真正懂我？当你察觉到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时，请千万不要陷入我是个失败者的自我攻击里，这恰恰是老天在帮你，他在用一种最直接甚至有些粗暴的方式帮你按下暂停键，为你创造一个神圣的能量净化舱。很多人会想，孤独太苦了，我得赶紧找点事做，找个人陪，把这种感觉填满。这就好比一个病人高烧不退，身体正在集中所有能量攻击病毒，你却偏要逼着他去跑马拉松。孤独就是你灵魂的高烧状态，它在提醒你，你的内在系统正在进行一次深刻的排毒和重组。此时任何向外的抓取都是在干扰这个疗愈过程，这其实是老天在帮你清退那些消耗你、拖累你、与你频率不符的能量纠缠。他在帮你理清磁场，让你从别人的情绪、期待和评判中暂时解脱出来，好让你能安安静静地听一次自己内心的声音。这段时期与其说是沉淀期，不如说是一场闭关修炼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你的任务不是找人，而是找回自己，专注地去提升自我价值，去做那些让你感觉对劲的事情。哪怕再小，你会发现，当你把向外求的能量全部收回，灌溉自身时，你的内在会变得无比丰盈和强大。这就像一个蓄电池，过去你的电量总是被各种外接设备耗光，现在老天帮你拔掉了所有插头，只为了让你把电充满。等到未来某天，那个真正值得你为之发光发热的机会来临时，你才能一触即发，稳稳地接住那份天大的福报。02，莫为突然结束一段不健康的关系而伤心。有的人被一段感情反复拉扯，走不出情结；有的人在复杂的亲情关系中内耗多年，身心俱疲。我们总以为坚持是美德，却不知在腐烂的关系里坚持，无异于抱着一块烧红的炭火不放，最终灼伤的只有自己。很多人明知前方是泥潭，明知对方是能量吸血鬼，却因为贪恋那一点点残存的熟悉感
和虚假的不孤独，而迟迟不肯放手。于是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，用他会改的，也许还有希望这样的话来自我麻痹。殊不知，当这段关系以一种你无法控制的方式，比如对方的突然背叛或离开轰然倒塌时，那看似残忍的结局，恰恰是命运对你最慈悲的救赎。这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因果的显化，是你内在求生的渴望终于压过了对痛苦的执着。宇宙听到了，于是出手帮你斩断了锁链。俗话说，有福之女不入无福之门。每一个错的人离开你，都是命运在暗中为你清场，他在帮你避开未来一个更深的足以致命的陷阱。他必须先让你腾出双手，空出怀抱，才能把那个真正与你灵魂契合的礼物放到你生命里。所以当那场让你心碎的告别发生时，允许自己悲伤，但不要沉溺。你要在心里清晰地知道，这不是失去，这是得救。当未来某天真正滋养你的机遇和人出现在面前时，你会无比庆幸这场及时的退场，它让你保全了元气，得以奔赴那片真正属于你的更辽阔的山海。03，凡事皆有其利于你的一面。很多人最喜欢抱怨生活，抱怨老天不公，总给自己制造麻烦和困难，最后彻底对生活失去信心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所谓的困难可能根本不是冲着毁掉你来的，而是冲着唤醒你来的。这就像一个深度昏迷的病人，医生为了救他，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看似激烈的方法，比如用冰水，甚至电击。那些磨难就是宇宙的电击疗法，它并非要折磨你，而是要让你醒过来。有时给你一份磨难，是为了让你停下错误的脚步，重新审视方向；有时给你一场病痛，是逼着你关注一直被忽略的身体和情绪；有时给你一次背叛，是让你学会设立边界和爱自己。这叫借势修人，唯有劳你筋骨，灭你心性，才能让你长出新的骨头，换上新的心脏，逼着你从旧的狭隘的自我里脱胎换骨。有人会说，道理我都懂，可身在谷底的滋味太难熬了，看不到一点希望。没错，身在低谷，抬头不见天日，这是最考验心性的时候。但你要明白一个物理事实，球要弹得多高，就必须先被压得多低。老天让你触底，正是为了给你一个最强劲的反弹力。人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，路过黑夜，请依然期待阳光万般皆苦，唯有自渡。这趟谷底之旅，正是你成为那个最高的自己的英雄征程。无论眼下多难，只要你不放弃，敢于向内破局，向外突围，你会发现，当初那些把你按倒在地的巨大阻力，最后都会转化为托举你成功登顶的无上动力。
你要笃信，当下的困境和低谷，只是因为上天对你另有更宏大的安排。否极泰来，寒冬过去，定有暖阳。再浓的乌云，也遮不住太阳的光芒。请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，我会越来越顺利的，我的道路会越走越宽阔的，我的善良和努力配得上这世间所有美好的一切。有两种人最容易听见天意，一种是慧根极深的人，他们心灵的尘垢很少，像一面干净的镜子，天意稍有显现，便能映照出来，一点就透，一唤就醒。看到一朵花落，就能悟到无常；听到一句禅语，就能顿悟人生。另一种是被生活用最残酷的方式狠狠摔打过的人，他们经历过惨痛的失败，彻底的背叛，撕心裂肺的痛苦和看不到尽头的绝望。曾一度觉得活着了无生趣，可恰恰是这些被逼到悬崖边的至暗时刻，让他们终于停下了无谓的追逐，第一次开始向内倾听自己灵魂的声音。苦难往往是老天最直接的强提醒，当你走偏了，他就用挫折把你硬生生拉回来；当你太执迷于某样东西，他就用失去让你看清其虚幻的本质。痛是觉醒的扳机，就像那句话说的，一个人的觉醒，1%靠别人提醒，99%靠千刀万剐。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偶然，那些痛苦、失去、迷茫，都是你灵魂为你精心挑选的升级包。你之所以选了这个看似艰难的剧本，是因为你的灵魂深处知道，这一生有你非经历不可的成长，有你非圆满不可的课题。如何读懂老天的暗语？第一，学会静。宁静不是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而是拥有一个不被念头拉着跑的内在。当你能停止头脑里永无休止的分析、评判和担忧，只是安住在当下这一刻，你内在的接收器才能被打开。每天花10分钟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是闭上眼，去感受你的呼吸。念头来了，就看着它，像看天上的云一样，不跟随，不驱赶，任其来去。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，多去公园走走，看看一棵树如何只是一棵树，它不焦虑，不比较，只是存在。这就是静的能量。第二，相信直觉。直觉不是头脑一热的冲动，它是你的潜意识在0点几秒内整合了你所有信息库之后给出的最优解。它绕过了逻辑，直达真相。当你对某件事有种莫名的坚定或抗拒，哪怕你找不到100条理由来支撑它，也请给它最高的尊重。那往往是宇宙通过你的高我，在给你发送最清晰的导航指令。去吧，那是你的天命；或者快跑，那是你的结束。第三，观察重复。任何在你生命中反复出现的模式，
都是亟待解码的重要信号。比如，你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不尊重你的人，这信号不是说你命苦，而是在提醒你该学会为自己设立边界了。你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，错过机会，也许是提醒你内心深处对成功有恐惧，需要疗愈。宇宙是位耐心的老师，你没学会的功课，他会换个场景，换个人，让你重考一次，直到你学会为止。第四，跟随喜悦。这里的喜悦不是吃喝玩乐带来的短暂快感，而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宁静而持久的满足感。当你做这件事时，你会感觉完整，感觉归位，这才是你内在的导航系统在告诉你，你走在正确的航道上。正如那句被无数人验证过的名言，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，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你完成。你不是在找路，而是在回路。人生并非一张任你随意涂抹的白纸，更确切地说，它是一颗种子，早在你降生之前就已经蕴含了长成参天大树的所有信息和使命。你以为你在寻找人生的意义，其实你只是在回忆起你本来的样子。端什么碗，吃什么饭，什么时候遇见谁，经历什么事，都有其背后的因缘。别再跟自己较劲了，顺其自然，不是让你躺平放弃，而是让你学会与生命的大事合作，而不是对抗。只相信该来的总会来，该走的强留也没用，你只是暂时来这人间剧场游乐的体验者。要记得提醒自己，这是剧场，你可以入戏，可以体验，但千万别当真，别忘了自己是谁。修行不是为了逃离这个世界，恰恰是为了更深刻、更自由地体验这个世界，是让你在经历过狂喜与剧痛之后，依然能带着了然的微笑说，这一切都刚刚好。活在当下，就是活在神性里，未来的所有秘密都藏在此刻。如果你能全然地安住于当下，你就在改写过去的业力；如果你能全然地安住于当下，你就在创造全新的未来。幸福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追逐的目标，它是一种能力，一种正在经历的能力，是一口饭的香甜，一阵风的清凉，一句暖心话的温度。当你真正活在当下，你会发现沙漠里永远有骆驼刺在顽强生长，最黑的夜也总有几颗星星在闪烁。生命的战争与和平，痛苦与喜悦，都是这场宏大交响乐的一部分，而你就是这场盛宴里独一无二的主角。别再向外追问我到底该怎么办了，现在就现在，闭上你的眼睛，做3次深呼吸，然后轻轻地问你的心，做什么事会让你眼睛发亮，去见什么人会让你由衷的微笑。那个答案老天早就用各种方式告诉过你了，只是你一直忘了听。现在是时候了，重新开始听吧。
从今天起，别再做那个焦虑的寻找者，试着做一个安静的觉察者。准备一个本子，记录下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，那些反复出现的巧合，那些让你无故流泪的时刻，因为那就是宇宙为你铺设的，通往你天命的，由金色面包屑组成的小路。有缘人，当你看到这里，如果内心有所触动，不妨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小小的能量校准仪式。请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这句心法口诀：我信任生命的所有安排。当你专注地打下这几个字时，这不只是一句评论，这是你向宇宙发出的一个清晰而有力的声明，一次深刻的自我赋能。你在用这个行动，将自己从焦虑、怀疑、对抗的旧频率中拔出，主动校准到信任、顺流、允许的更高振动频道。看看周围的留言，每一句我信任生命的所有安排，都是一盏被点亮的心灯。当我们共同发出这个正念时，一个强大的、充满信任与支持的集体能量场就此形成。这个能量场会反过来加持和祝福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你，让你在未来的路上走得更坚定，也更从容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